媒体报道香港首富跟我求婚，他的8个女朋友都坐不住了，派人绑架我。我无奈，你们谁见过双膝跪下求婚的？首富亲自出来辟谣，侮辱我可以，不能这样羞辱乔大师。我叫乔墨雨，是南江大学的大一新生，当代唯一的地师传人，也是风门门主。地师，古代又指风水先生，而江湖8大门中，风门研究的便是天下地理山川，所有的风水先生都是风门的。所以，简而言之，风水这方面，我说第2，就没人敢说第1。这次应风水大师陈真的邀请，我跟他去了香港。没想到还没上飞机，在安检口我们就被拦住了。抱歉，这位女士，飞机上是不可以携带饮料的哦，您可以去旁边办理托运呢。噗嗤，哪里来的乡巴佬啊，连这个都不知道。旁边有人发出小声的嘲笑声，陈真尴尬地拉住我。门主，你是第1次坐飞机吗？我摇摇头，一脸认真地看着地勤姐姐。小姐姐，我这不是饮料，是阴阳水。哈哈哈，阴阳水，那跟饮料有什么区别？笑死人了！旁边的哄笑声更大了，还有人掏出手机对着我们开始拍视频。陈真的脸立刻红了。门主，阴阳水不就是一半凉水加一半沸水吗？也不是个稀罕东西，拿去托运没事的。我愣住，惊讶地看着陈真。啥玩意儿？你连阴阳水都不知道？你们香港人的风水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？这话一出，旁边的人立刻不乐意了。众所周知，香港人特别注重风水，从富豪明星到普通商人百姓，家家户户都离不开风水。他们的媒体还会公布风水指数，给公民的日常生活提供参考。一起等候登机的有几个香港人，马上满脸怒容地对着我喊：“你有没搞错？香港人不懂风水，你个大陆仔懂什么哦？”就是啊，你们早都失传了，厉害的风水大师全系我们香港的。陈真戴着鸭舌帽和墨镜，恨不得把头也低下去。他凑到我旁边小声恳求：“门主，乔大师，别说了，等会吵起来影响不好。咱们先把这个阴阳水丢了，先登机再说。刘老板那边都等不及了，催了我好几个电话。”我失望地看他一眼，叹口气：“哎，真是麻袋换草袋，一代不如一代呀！没想到香港的风水竟没落到这个地步。今日给你长点见识，你听好了，什么是真正的阴阳水？阴阳水，一阴一阳，阴水指的是从未见天日的地下水。不过这也只是普通的阴水，里头最特殊的，需取自珠峰山脚下的地下河流。珠峰是地球最高的山峰，离太阳最近，日照金山，能量极强，融化的雪水汇入地下，纯阴之中带着纯阳，乃是至阴之水。阳水，古方中指天上未沾地的雨水，但其中最强的便在昆仑山上。昆仑山被誉为万山之祖，要在子时下雨时以白玉盘相接，子时是最阴的时辰，阳中化阴，才能得到最强的阳水。这样制成的阴阳水名为玄泽，可驱邪除魔，破世间一切邪祟。陈真已经听傻了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片刻后颤抖着伸出手抚摸我手中的矿泉水瓶。妈呀，这要牛逼！门主，你咋就用这种瓶子装？你好歹拿个玉葫芦啊！我翻个白眼，玉葫芦那么贵，我有那钱吗？行了，别啰嗦了，这水塞到行李舱里就沾了污秽，不能用了，你想个办法吧。陈真点点头，行，这事不能耽搁，我叫刘老板安排个私人飞机。旁边人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们，特别是那个举着手机拍视频的时髦女生，咯咯娇笑。我的天啊，这2个人在拍电影吗？吹牛吹得跟真的一样，大陆人可真是太能扯了。就是啊，还私人飞机，哈哈，装什么逼呢？周围的香港人同仇敌忾地发出嘲笑声，陈真忙把头垂得更低，然后拉着我走到旁边等。过一会儿，他们要先登机了，那个时髦女生还特意把手机朝我挥了挥。哟，这位大师，你要去香港啊？我先给你宣传宣传，让香港人知道有个厉害的风水大师要来喽。等他们走后，半个小时左右，刘老板的私人飞机就安排好了。坐在豪华的进口真皮软座里，我兴奋地叫空姐拿饮料和吃的给我。陈真已经摘了帽子和眼镜，一脸巴结地凑过来：“门主，珠峰的地下河你亲自去的，能不能仔细跟我说说经过呀？”他的2个助理坐在我们前排，闻言也激动地把耳朵贴过来。啥？我没去过珠峰啊。陈真啊，那你这瓶玄泽，我摆摆手。只是跟你们说一下玄泽有多牛逼而已。我这不是玄泽，是个普通的阴阳水，我老家水井下搞的地下水。再说了，不就是裂了墓碑吗？我给他玄泽。呵呵，大材小用。陈真，这次陈真请我的目的是香港首富刘雄家祖坟的墓碑裂了，连续3个月，但凡新上的碑都从中间裂开。刘雄请遍了全香港的风水大师都没有办法，陈真刚好遇见我，这才请了我去香港。还有一件事我没告诉他，真正的玄泽我有，拿个眼霜瓶子装了，小手指那么点，当初为了搞这东西付出老鼻子代价了，可不能轻易拿出来用。一觉睡醒，飞机就到了香港，刘老板亲自来接的机。我眯着眼睛打量他，30出头的年纪，个子挺高，眉眼清秀，长得倒不赖，看起来比照片上更帅一点。
不过刘老板最出名的，要数他那8个女朋友，都是香港一线明星模特，他的花边新闻常年霸占娱乐新闻头条。你就是乔大师啊，这么年轻。刘老板客气地跟我握手，极力控制惊讶的表情，但从他眼神里还是能看见明显的失望和轻视。乔大师几岁了？有20吗？我摇摇头，今年大1，刚满18。唉，刘老板深深叹口气，把陈真拉到一旁，两个人小声说了几句话。过一会儿，刘老板走到我面前，脸上仍旧勉强挂着客气的笑容。来都来了，等会我让我秘书安排带乔大师去香港逛一逛玩一下。言语间居然一点都不提他家里的事。陈真急了，相处几天，他也知道我的狗脾气，你不主动找我办事，我是不会搭理你的。他不想这趟白费功夫，忙又拉着刘老板到旁边说悄悄话，把我的能力大大吹嘘了一番。刘老板挑着眉头看我，过了片刻，犹豫地点点头。那行吧，陈大师，实不相瞒，这次我把香港所有排得上名号的风水大师都请了，大家是特意等着你回来的，那就把他也叫上吧。这位乔大师，你先到酒店休息一晚，明天我让司机来接你。刘老板让人送我去酒店，又拉着陈真急急忙忙的要走。他走的时候，我随意扫了一眼他的背影。现在天气热，他穿了件普通的短袖，露出一截白皙的后脖梗。看身材，他应该是常年健身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脖子上有一小块凸起，有点像上了年纪的人才有的富贵包。电光石火间，一个念头从我脑中闪过，我冲过去拉住刘雄，大喊一声：“先别走！”华丽的酒店大堂里，所有人都朝我们看过来。刘雄显然不喜欢被那么多人注视，他眉头紧皱，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。乔大师，你有什么需要，联系我秘书就行，我这还有事要忙呢。我冷笑一声，松开他的手。你走出这个大门，今晚必遭横死。刘雄，陈真干咳一声，乔大师，过了。他显然也认为我夸张了。刘雄才30几岁，正值壮年，家里有私人医生，出行还有8个保镖，这样的人想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刘雄有点生气了，但是他教养很好，并没有骂人。这位乔大师，我请你过来，是看在陈大师的面子上。风水这东西是要有真才实学的，不是靠故弄玄虚，说些空话大话吓唬人的。刘雄边说边伸手拍了拍他刚刚被我抓过的手臂，我低头看了一眼，他腕间闪闪发光的满钻手表闪瞎了我的眼。很好，年轻人，你的财富救了你的命。这几天萎了吧？你女朋友没意见？我话音刚落，刘雄的表情立刻就变了，他仿佛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样，猛地瞪大眼睛，倒吸一口冷气，然后警惕地朝左右看了看，凑到我耳边说话：“嗨嗨，你小声一点，可嗨嗨。”刘雄战术性咳嗽几下，压低嗓音道：“乔大师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”我伸手在他腰子的地方点了一下，果然触手冰凉，而且肌肤表面已经有几分僵硬。摸完他两边腰子，我又伸手拍了拍他后颈上那个富贵包。你脖子上这个包，知道里头是什么吗？这里头装的全是死气。刘雄一脸复杂地看着我，将信将疑，语气比之前放尊重了不少。这个，乔大师，我们香港人是讲究科学性风水的，你这个死气也是风水里的东西，这有点太扯了吧？陈大师，你听过这种死气的说法吗？陈真也是一脸困惑。风水里是有死气，不过主要指屋子里转弯过多，气流停在某个宫位，不通不畅，人在这样的地方住得久了是要生病的，这个叫死气。这种能进入人体的死气，我倒是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我没好气地瞪了陈真一眼，你爹当初就教你这些玩意儿，真是给你们三合派丢人。正常来说，大病不治，年老体衰，要死的人身上都会有一股隐隐的死气。农村里哪个老人接近小孩，惹得小孩大哭不止，大家就会说他怕是活不久了。因为孩童天生对这种气息很敏感，等长大成人以后，灵识没那么敏锐，就感觉不到这股气息了。但是刘雄身上这股死气却是外力强加进去的，他的身体还非常健康有活力，跟这股死气对抗，并没有让他周游全身，而是在身体上汇聚成一团。死气最先侵蚀阳气，肾藏元阳，所以刘雄这几天就不能跟女朋友过正常生活了。你身体不错，本来不该那么快死，但是这团死气长的位置太过凶险，离你大脑很近，而且范围逐渐在扩散。不过幸好你生门内还有生机源源不绝，我以外力激发生门力量，能让你多撑几天时间。我一边说一边捏着手指朝刘雄肚脐眼上重重一捅。人体有生门有死穴，肚脐眼及神阙穴是人体生命能源的所在。胚胎时期，人类就通过脐带从外界吸收能量，后来脐带脱落形成肚脐眼，其内依旧蕴藏着巨大能量，用特殊的手法能将其激发出来。刘雄毫无防备，被捅得惨叫一声，他捂着肚子弓起腰，却感觉到一股暖流从肚脐眼冒出，顺着四肢百骸走遍全身，后腰顿时没那么凉了，脖子也不酸了，腿脚也没有之前那种沉甸甸的感觉，全身好像又有了活力。这是一种完全难以用语言描述的酸爽感，刘雄这辈子从来没有体验过，他立刻就信了。想到脖子上那团死气，刘雄脸都白了，他膝盖一软，顺势跪下来抱住了我的腿。呜，乔大师，救命，救我呀！咔嚓咔嚓。
旁边镁光灯闪烁，刘雄的8个保镖本来站在旁边看戏，见状马上把我们围在中间。刘雄也反应过来，立刻站起身，朝四周看了一眼，激动地拉住我的手臂。乔大师，咱们回去再说。保镖，回酒店吗？刘雄眼睛一瞪，回你妈！乔大师怎么能住酒店？去我家，马上去把乔大师的行李去拿下来。去刘雄家的路上，他一直跟在我旁边，恨不得紧紧贴在我身上。乔大师，你刚才那个是什么？再给我来一下！我直接伸手一拳打在他肚子上。啊！刘雄惨叫一声，捂住肚子，然后又迷茫地抬起头。乔大师是不是没对准？这次没有那种感觉啊！我甩了甩手，嫌弃地看他一眼。太热了，你离我远点。刘雄家在深水湾，这个位置环山抱水，两侧还有矮山，形成一个双金聚金局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。到他的豪宅以后，刘雄特意把自己卧室隔壁的房间腾出来给我住。安顿好以后，我躺在3米大床上，一边欣赏海景，一边打开了电视机。屏幕上出现了刘雄的脸。首富刘雄在酒店大堂下跪求婚，这个神秘女子究竟是何方人士？欢迎走进今天的八卦9点半。画面晃动，我和刘雄在酒店的一幕被转播出来，旁边还配上颜色绚丽的大字，爱意难挡，两人当众搂抱，难舍难分。女子撒娇捶打刘雄，首富满脸笑容。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，两人一起上了车，去往刘雄位于深水湾的豪宅。大家都知道，刘雄很少带女人回自己家，上一个有这份殊荣的还是一线女星李盈莹。现在请我们的记者连线李盈莹，巴拉巴拉，可真能扯呀，乱七八糟的，都什么玩意儿？我摇摇头，无奈地关掉电视。第二天一早，刘雄就通知我说，祖坟那边其他风水先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带好装备，跟着刘雄出门，发现天上居然有架直升机跟着我们。刘雄满脸惭愧，都是一群狗仔，乱编新闻，乔大师不用搭理他们。我点点头，没当回事，要拍就拍吧，今天我洗头发了，随便拍。直升机一直跟着我们到了刘雄家的祖坟，他的祖坟在星海岭的远昭坟场，这里是香港最贵的墓地，葬着许多富豪名流。刘雄的祖坟差不多在山头最高几级，占地广阔。我们到的时候已经站了很多人，意外的是旁边还有记者，手拿话筒，架着摄像机拍摄。陈真也站在人群里，看见我们到了，一路小跑过来，满脸焦急地跟我解释：门主，坏了！原来昨天娱乐新闻一出，我之前在机场说香港风水没落的那段视频也迅速流传开来。香港的风水大师向来都是富豪们的座上宾，所有人都对他们客客气气，哪里能忍得了这个？大家当即便决定邀请风水协会的人一起参加，然后还现场向观众直播，要求我这个内地风水师为自己的无知和挑衅向香港风水师道歉。大刘，这个是你女朋友？呵呵，年纪不大，口气倒不小。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，她要是不道歉的，全香港不会再有一个人给你刘家看风水。人群分开，走出一个穿着唐装、白发长须的老头。看见他，刘雄脸色马上就变了。他走过去，客气地握住老头的手。徐会长，这话太严重了，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刘雄对机场那段视频一无所知，自然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莫名其妙得罪了这些大师。呵呵，误不误会的，你看一看就明白了。徐会长拄着拐杖走到我面前，冷哼一声：是你说的，香港风水没落了。我看着一群虎视眈眈的大爷老头们，点点头。对呀，咋了？人群哗然，陈真尴尬地呲着牙，疯狂给我使眼色。快别说了，门主，快别说了。连刘雄都是一脸震惊，看看我，又转头看看其他人。乔大师，这么说不合适吧？哼，口出狂言，大刘，刚才的话你也听见了。你让他当着媒体的面道歉，今日的事看在你的面上，我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徐会长冷着脸，重重跺了跺拐杖。这边压力给到刘雄，刘雄满脸为难。从道理上来讲，他是更愿意相信这群风水大师的。可是昨天我露了一手，又说什么死气生门的那些东西，他从来没有听香港这些大师说过，天平就不自觉地向我这端倾斜。徐会长，乔大师是陈大师特意从内地请来的，要是不让他露一手，是不是太不给陈真大师面子了？不愧是刘雄，4两拨千斤，轻松地把锅甩给了陈真。陈真是个久经江湖的老油条，心里把刘雄骂得半死，表面上却一派从容地点点头。徐会长，乔大师的能力我是亲眼见过的，确实比我强。他年轻气盛，咱们都是土埋脖子的人了，何必再跟他计较言语上的得失？依我之见，不如话下道来，大家比试比试，让他也见见我们香港风水师的水平，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说完又走到我面前，凑到我耳边说悄悄话：门主，干他丫的，让他们这群土包子开开眼。陈真成名已久，在风水协会里人缘也好，辈分也高，他出来说话，就有不少人随声附和。徐会长冷哼一声，不屑地看了我一眼。乔大师，哈哈，既然你这么厉害，不如你来说说这墓碑为何而裂？古代的墓碑都是用石头做的，受到外力开凿，内部早就已经有裂痕，时间一久，风吹日晒，热胀冷缩的裂痕就会延伸到表面。
但是刘家的墓碑显然不是这种原因，这墓碑是用黑色大理石做的，大理石坚固稳定，耐磨性良好。刘家这块颜色看着依旧崭新，墓碑却从右上角裂了一条大缝，大缝周围还有很多细纹，蜘蛛网似的蔓延了整块碑文。我沿着墓地走了一圈，不得不说，刘雄这地方弄得实在不错。半圆形的墓地，6级台阶缓步而下，站在墓地上，整座山头一览无余，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碧蓝海面。香港寸土寸金，刘家祖宗死了都能住海景房，真是会享受啊！我走到墓碑前面，伸手在上头拍了拍，碑体阴冷刺骨，啧，死气冲天。刘雄能活到今天，实在算命大。这地方谁选的？这是徐会长当年给家父选的风水宝地。刘雄他爹老刘当年就是香港首富了，老刘活着的时候就花大价钱四处寻访风水高人，跑了无数地方，才算找到这块满意的墓地。徐会长得意地抬起下巴，我朝他比个大拇指，不错呀，后有靠山，前有暗山明堂，外洋宽阔，能容万马，可使后代福禄绵延，标准的麒麟宝穴。徐会长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，哼，你倒还有几分眼光，可惜这宝地早被人家占了，你们骑在别人头上拉屎，人家怨气冲天，过不了多久，你老爹的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。话音一落，刘雄的脸色立刻变了。几个香港本地的风水大师面面相觑，收起了之前轻视看戏的表情。小姑娘，你倒有几分水平，不过也用不着这样故弄玄虚，这地方之前是别人的不错，刘老板花了大价钱叫人迁坟，也没亏待人家，哪里来的怨气？还有人小声说道，刘老板花钱让童老移坟，也不是秘密，都上过新闻的。这小姑娘故意查了资料来装神弄鬼的吧？他们口中的童老也是一位出名的风水大师，他祖籍是湖南湘西人，战乱以后跟着老乡跑到香港，后来在香港也小有名气。不过他的风水学派是悬空派，这一派跟星宿有关，晦涩难懂，一直不被香港的主流门派接受。当年远昭坟场远在荒郊野外，不是什么名贵的坟地，童老把他父亲葬在此处。直到徐会长为老刘选中这处坟地，远昭坟场才身价100倍起来。童老收了钱，把父亲的棺椁迁出，火化以后送回老家湘西安葬，然后用那笔钱移民新加坡，投资做生意，现在已经是新加坡出名的富豪了。我看了眼墓碑上透体而出的冲天死气，斩钉截铁地摇摇头，不可能，原先的那具尸体必然还在这坟里。这地方风水不错，单单一具尸体怎么可能有这样强的死气？而且就算那位童老的父亲还葬在下头，论理说怨气成煞，但是这地方处于山阳，从早到晚都能晒到太阳，两侧又有海风吹过，气流通畅，怎么也不该让死气凝聚成这样。这墓地下方必然另有玄机。我让刘雄打开墓地，要带着人下去查看，人群已经炸开了锅。徐老张红着脸，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，这绝不可能，童福生迁坟的时候我亲自在旁边看的，还能让他再把人偷埋进去？刘雄也支支吾吾，不愿意打开墓地。乔大师，我爹埋得好好的，这么多人下去看，大不敬啊，太不吉利了。我点点头，同意了。行吧，那就不下去，过2天你爹会亲自上来看你，效果是一样的。什么？来人，快把墓地打开！刘雄吓得嗓音都变了，尖叫一声，叫人立刻打开墓地。香港的有钱人家爱把墓地仿造成地宫的形式，打开墓碑，下方差不多有2米左右高度，30平左右的地方，墓碑正下方放着一口棺材，光线从墓碑处透进地宫，照在漆黑的棺材上，其余地方依旧是一大团浓重的黑暗。我让刘雄准备好探照灯，再搞个梯子，打算下到地宫里头去。香港的风水大师们不答应了，非要跟着我一起下去。哼，谁知道你会不会故意搞出点什么东西，装神弄鬼？就是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这小姑娘懂一点风水皮毛，就弄些神神鬼鬼的东西骗人。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风水正统。我为难地看着这一群老头，算上陈真和那个徐会长，6个德高望重的风水大师，加起来快400岁了。万一等下尸变了，你们跑也跑不动，下去干啥？众人一愣，忽然一起捧腹大笑起来，哈哈哈哈！尸变！哎呦，你这小姑娘，你是不是林正英的僵尸片看多了？哈哈哈！陈真，你从哪里找的这姑娘？尸变，下一步是不是要说僵尸？徐会长也笑了，一边嗤笑一边摇头，胡说八道！我居然跟你这种人谈风水，实在是丢我们风水协会的脸。我看着笑得东倒西歪的一群人，只感觉莫名其妙。尸变咋了？僵尸又有什么好笑的？95年我们成都发生的僵尸事件，还是我师傅亲自平息的，你们懂个屁呀！我说完，他们笑得更开心了，连刘雄都扯着嘴角，显然不相信我说的。乔大师，我跟你们一起下去看看吧。刘雄叫人搬来梯子，带着2个人高马大的保镖下去了。我和6个风水大师跟在后面，一共10个人，下头的地宫顿时拥挤起来。刘雄走到棺材前面，跪下磕了3个头。父亲，儿子不孝，打扰你的清静了。棺材上落了厚厚一层灰，我从包里掏出那瓶阴阳水，试探着倒了一点在棺材上，
棺材立刻冒出一大团黑烟，发出滋滋的响声。徐会长大怒：“你在干什么？怎么能朝棺材上泼硫酸？”刘雄听见，忙站起身冲过来，只见上好的金丝楠木棺材上竟然腐蚀出了一小处坑。刘雄急红了眼，这金丝楠木的棺材花了800万，他特意找工匠做了5年之久，现在被我破坏，饶是他再有求于我，也忍不住想发脾气。其他的风水大师见状，个个义正辞严地指责我，叽叽喳喳，吵得我头疼。我听得不耐烦，拿着瓶子朝徐会长脸上一泼。啊，你干什么？徐会长惨叫一声，蹲下来捂住了脸。天哪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徐会长，你没事吧？徐会长。徐会长捂着脸哀嚎，我的皮肤啊，我的皮肤！众人急了，你的皮肤怎么了？我的皮肤变得好滋润啊！徐会长拍拍脸，不可思议地站起来。陈真轻咦了一声，凑到徐会长面前。徐会长，你看起来好像年轻了一点，皱纹都少了。大家震惊地围着徐会长看，啧啧称奇。我不耐烦地把阴阳水的原理又解释了一遍，阴阳水驱邪除魔，对死气也有点效果。徐会长年纪大了，身上带着轻微的死气，阴阳水一驱，皮肤自然就好不少。只不过这种效果是及时的，明天就会恢复原样。徐会长听了，摇摇头，我不信，除非把这个阴阳水给我喝一口。众人大家贪婪地盯着我手里的矿泉水瓶，我翻个白眼，把瓶子收好。这棺材死气缭绕，恐怕真的要尸变。刘雄，你是不是9天前的子时在这里待过？刘雄算了算日子，惊讶地压了一声，对，乔大师，那天是我父亲的忌日，我喝了点酒，在这里待到半夜。我点点头。丁未月，辛丑日，丁属阴火，未属阴土，在极阴之时，墓地里的死气透背而出，进了你体内。要想破解你体内的死气，这个棺材是根本。你明天找人起棺，把它弄到外头，在太阳下暴晒9天，我要给他做场法事。呵呵，说的跟真的一样，这水说不定是什么只对木头有腐蚀性的特殊溶液，你们可别上当了。这位乔大师，你不是要找另一具尸体吗？尸体呢？可不要用这瓶水转移话题啊！人群里传来一道不和谐的嗓音，大家一愣，又纷纷点头。不错，不要再用你那神神鬼鬼的一套。尸体呢？地宫里已经亮着探照灯，30平左右的四方空间，正中间一口棺材，围着棺材站满了人，其他地方空荡荡的，一览无余。我掏出罗盘，在地宫里走了一圈，走到西北角的位置，四处看了一眼，又伸手敲了敲墙壁，却一无所获。就这样绕着地宫走了3圈，每次罗盘都只是西北角的位置有异，但我什么都没发现，只感觉这块角落特别阴沉，也特别黑，好像有一团浓雾阻隔了光线透进来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蹲下身抠了点脚下的泥土，凑到鼻子旁边，泥土湿冷，带着一股淡淡的腥臭味。我嫌弃地甩了甩手，无意间抬头朝上一看，我操！只见天花板上钉着一具尸体，四肢张开，头颅歪成一个诡异的角度，正跟我大眼瞪小眼。呵呵，找不到怎么还骂脏话呢？乔大师，就是啊，乔大师，你说的尸体到底在哪里啊？快给我们看看啊！风水大师们聚拢在棺材旁边，不屑地讥讽我。那具尸体朝我看了一眼，忽然瑟缩地退了一步，然后贴着天花板，速度极快地朝那群风水大师的方向爬了过去。真是世风日下呀！现在的年轻人不扎扎实实学本事，懂点皮毛就口出狂言，想踩着我们这些老人的名声上位。风水大师们摇头叹气，用一种痛心疾首的眼神看我。我脚步极慢极慢地朝他们走过去，一边走一边掏出雷击木令牌和八卦镜。那口棺材旁边放着一架梯子，梯子通向外头的墓碑口。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具尸体把手伸到梯子最上缘，轻轻一推，啪！梯子倒在地上，发出一声闷响，溅起满地的浮尘，在探照灯惨白的光线中飞舞。徐会长不满，小陈，你怎么把梯子挤倒了？陈真摇头，一脸迷茫。会长，我站在这呢，没挨着梯子啊。徐会长，那是谁推的？自己扶起来。不是我呀，也不是我，我也没有。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了一阵，发现根本没有人站在梯子旁边，那就是墓地上面的人推的了。做事情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这要是下头有人站梯子旁，砸到人了怎么办？徐会长抬头朝墓碑口的方向看去，就在这时，轰隆一声，平地惊雷，外头狂风大作，紧接着噼里啪啦密集的声音在头顶响起，伴随着人们慌乱的喊声。下雨了，天色转阴，最后一缕太阳光线早就消失了，整个地宫里只剩下探照灯发出的惨白色亮光。徐会长眨了眨眼睛，又用力眨了眨，然后伸手捂住胸口，发出一声返老还童18岁少女的尖叫声。啊！伴随着他的惨叫声，那具尸体也终于从天花板上跳了下来，像爬行动物一样，四肢张开，趴在棺材盖上，跟风水先生们大眼瞪小眼。暴露在光线中，我这才看清了他的样子。他的头发很长，脸干瘦得像个骷髅，漆黑的指甲有半指长，边缘很锋利。穿着一身看不出颜色款式的衣服，那衣服早就腐烂了，破布条似的挂在身上，隐约露出来的肌肤是青灰色的。妈呀，妖怪呀！风水大师们愣了一秒，个个尖叫着连滚带爬的朝外跑。
那具尸体没有追他们，只是向四周看了一圈，然后扑向刘雄。我操！乔大师救命！乔大师！刘雄原地一个翻滚，后背的衣衫被他尖利的爪子扯下一长缕布条。保护我方金主爸爸！我立刻握着雷击木令牌朝刘雄冲了过去，刘雄飞快地躲到我身后，那具尸体迎面朝我扑来，我一抬手，手中的雷击木令牌发出一道雷光，啪的一声，把那具尸体击落在地。尸体倒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我在众人震惊复杂、三观颠覆、不可置信的眼神中，从容地走到那具尸体旁边，蹲下来捏住他的下巴。他的嘴巴被我捏开，口腔里散发出一股腐烂似的恶臭。我嫌弃地捂住鼻子，低头观察他的牙齿，牙齿又黄又黑，比正常人的更长一点，但是却没有僵尸特有的尖牙。果真如我所料，这是一具阴尸。乔大师，你刚才那是什么？刘雄双膝发软，半跪在地上，仰头看着我的神情，好像在看一尊观音菩萨。哦，这个呀，五雷号令，雷击枣木令牌。我晃了晃手中的牌子，徐会长这才反应过来，啊了一声，满脸激动地看着我。门主，你是我封门门主。有人小声说道，会长，你之前不是说大陆封门早就已经失传了吗？所谓的门主也是个只会种田的乡下农民。徐会长怒了，呸！你居然敢离间我和门主的感情！门主，我们香港风水协会可总算等到你大驾光临了呀！徐会长冲过来想握我的手，看见那具阴尸，又瑟缩一下，站在离我3米远的地方，大放彩虹屁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早说封门没落，连你们这群人都不知道什么是阴尸。我摆摆手，摇头叹气。阴尸是尸体和僵尸之间的过渡状态。阴尸的身体没有僵尸僵硬，力气没有僵尸大，战斗力也不强，危险指数其实不高，而且能出现阴尸的条件非常苛刻。这块地必须是传统的养尸地，土质阴寒，酸碱度极不平衡，闭气性能良好，不适于有机生物的生长，这样尸体才不会腐烂。可传统养尸地均为大凶之地，尸体往往还没有经过阴尸那一步，就直接被煞气养成了僵尸，所以阴尸的出现只能是人为的。有人故意从其他地方运来特殊的土壤，创造密闭的环境，以及轻微的血煞之气，将尸体养成阴尸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脚下的泥土里面，当初必然有人连用鲜血浇灌749天。啊，听说当初童福生的父亲下葬时，法事就连做了749天。风水大师们恍然大悟，然后又更加迷茫。门主，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父亲养成阴尸？你们可知道阴尸为何叫阴尸？阴尸有一个重要的作用，便是能荫庇子孙，保佑子孙荣华富贵。这童福生真不是个东西，连父亲的尸体都要利用，不让人入土为安。行了，都先上去吧，这具阴尸我来处理。我让人架好梯子，带着这群老头们上到墓地，外头的雨已经小了很多。刘雄的保镖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个雨棚架好，还摆了桌椅。看见风水大师们上来，那名记者赶紧拿着话筒凑过来。徐会长，你怎么受伤了？下面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位乔大师准备什么时候道歉呢？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一群6个风水大师，人人身形狼狈。徐会长逃跑的时候，胸口磕到了棺材角，陈真被人绊倒了，背上被人踩了2脚，感觉自己好像有点骨折。要咋说，总不能说乔大师单手打败阴尸，其他人的伤都是逃跑时候发生的踩踏事故，那还不把祖宗8辈的脸都丢尽了？徐会长，嗨，你这摄像头进水了呀？别拍了，那么大雨，早点回去吧。那个什么，我有事我就先走了。风水大师们作鸟兽散，只剩下一个刘雄，寸步不离地站在我身后。我叮嘱刘雄，你也先回去，帮我准备些东西，我要在这里待一晚，明天早上再叫司机过来接我。很多话我都没有当面说出来怕吓着他们。这种养出来的阴尸只会在墓穴里待着，绝没有那么强的死气能冲裂墓碑，而那具棺材上的死气显然另有来路。人走的差不多以后，我又搬着梯子一个人下到地宫，把每个角落都翻了个遍。天色黑了，棺材上的死气更是浓厚的有如实质，伸手摸去，能感觉到空气格外的滑腻湿冷。地宫里没找到什么线索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出了地宫，站在墓地上，仰头朝上看。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，天空中有零星的星子闪烁。我看着东北方的陀罗星，浑身一颤，不可置信地转头看向其他方位。东南西北，破军、巨门、廉贞、陀罗4大恶星，仿佛一张巨网，牢牢地把整座远昭山头笼罩在中间。而刘雄父亲的墓碑正位于4星连线的交汇处。我操，这是传说中的4凶破门之地呀！星辰之力强过一切山川水土，眨眼间，这块难得一见的风水福地就成了世间最强的养尸地。唯一幸运的是，这处星辰力量只笼罩着刘雄父亲的棺材，连旁边的阴尸都影响不了。而且地球一直在自转和公转，星辰的位置每天都会有细小的区别，所以这个4凶破门的阵法，严格说来，每年其实只会形成一次。刘雄父亲下葬15年，15年的力量才让他产生尸变。但不幸的是，
陀螺星光芒大亮，按着时间推算，明天棺材里的尸体就要养成。到时候等他出来，那就是真正的生灵涂炭，估计要军方出动高科技武器才能对付他。我必须抓紧时间，明天子时之前把他解决掉。我正着急，忽然听见身后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，紧接着，一只冰冷的手从身后捂上了我的嘴巴，一股陌生刺鼻的味道传来。紧接着，我眼前一黑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再醒过来时，已经是第二天的白天。我坐在椅子上，被五花大绑，窗外白灿灿的阳光照得人头晕。我晃了晃沉重的脑袋，满脸不解地看向坐在对面沙发上漂亮时髦的8个女生。你们是谁？你就是乔墨雨呀，长得也不怎么样吗？怎么，大刘吃腻了山珍海味，换胃口想吃小白菜了？一个留着大波浪长发、长相艳丽的女生踩着高跟鞋，扭着腰走过来，伸手捏住我的下巴，仔细盯着我的脸看了片刻。吃，就这种货色？给你500万，今天就离开香港，以后都不能再回来。莹莹姐，500万是不是太多了？就是啊，内地人很穷的，给个100万打发就差不多了吧？听说还是个穷学生呢，怕是连10万都开心死了。对呀，我可不像莹莹姐财大气粗，我先说好，这500万可别想叫我贪。几个女人七嘴八舌吵了起来，我听了半天，总算明白过来，感情这些人都是刘雄的女朋友，一个个不是明星就是模特或者电视台主播。刘雄财大气粗，大手笔养着他们，每人一栋豪宅，奢侈品名牌无数。香港的风气也开放，大家谁都没名分，相安无事。现在我出现了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媒体报道刘雄跟我求婚，如果我们真结婚，他们都成了小三。一来对他们的名声和演艺事业都有影响，二来刘雄有正房妻子，花钱肯定不能再像以前那么大手大脚，大家的利益都会遭受损失。所以几个人一商量，找当地黑社会把我绑架了。了解完情况，我都快急死了，这群神经病搞什么东西啊？那具阴尸还丢在地宫里没有处理，今天晚上如果四兄破门，到时候阴尸也要尸变，再加上刘雄他爹，我一个人根本搞不定。我真服了你们了，我跟刘雄根本没关系，我是来给他看风水的，你们快把我放了。不管我怎么解释，几个人就是不信，以为我嫌500万低。李莹莹甚至目露凶光。姓乔的，我可警告你，我好言好语跟你说，大家做人留一线，贪心不足的人最后是没什么好下场的。说完朝旁边使了个眼色，一个穿黑西服戴墨镜的男人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枪，黑漆漆的枪口对着我，我愣了1秒，立马点头。好，500万，我马上走。李莹莹说话算话，往我口袋里塞了一张支票，我叮嘱她，塞着容易掉啊，你塞我牛仔裤口袋里，塞里面一点。李莹莹果然是个见钱眼开的，我早就猜到了，你跟大刘在一起都是为了钱。我点点头，我们2个是纯洁的金钱关系，难道你们不是？旁边有人笑着拍手，哈哈，我都录下来了，如果大刘不死心，就把这个录音给他听。几个女人七嘴八舌，叫人安排好私人飞机，然后押着我上了车。今天是周末，一路上大堵车，等车子到了机场，天都快黑了。我焦急万分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个刘雄墓地上应该有他的人的，怎么连我被绑架都不知道？等我真的上了飞机，那一切都完了。僵尸要收回自己的死气，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刘雄。下了车，我1步3回头，机场上风很大，我忙摁住牛仔裤兜，怕里面的支票被风吹走。终于，在我登上飞机的前1秒，刘雄出现了。他下了车，一甩胳膊，用100米冲刺的速度朝我飞奔而来。乔大师，不要走！冲到我面前时，刘雄腿一软，顺势跪了下来，抱住我的大腿，把头埋在我膝盖上大哭起来。呜呜，我脖子上这个死气又严重了，我今天手抖得厉害，还心慌，腿也软，没力气。我感觉我快死了，他妈的，这群臭娘们要害死我！刘雄边哭边说，语无伦次，其他人都看傻了眼。过一会，李莹莹先哭起来了，她情绪激动地冲到我们面前，伸手去抓刘雄的肩膀。你说你是不婚主义的吗？终身都不会娶其他人，你还说我是最特别的，只要我不离开你，你一辈子都会对我好的。呜呜，你太过分了，刘雄。对，大刘，现在姐妹们都在这里，你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还要跟这个女人结婚？对，我们8个和她1个，你只能2选1。我选你妈，都滚，都给我滚！你们这群死八婆！刘雄站起身，激动地甩了李莹莹一巴掌，然后指挥他的保镖们过来，把这群女人拉走。大家纷纷尖叫着哭喊起来，场面乱成一团。我抓住刘雄的手臂，别管他们了，现在就去墓地，要快！车子飞速驶离机场，在去墓地的路上，我给陈真打了个电话，他压着嗓音说话：“喂，嗨嗨，门主，我们正在接受记者访谈。徐会长？哦，对，徐会长也在，其他人都在。”我让陈真把手机开免提，陈真一脸为难的照做了。原来昨天回去以后，我和风水大师们在墓地的画面被天上的直升机拍到了。今天娱乐周刊专门对风水协会进行了采访，想知道昨天在地宫发生的事情。请问徐会长，这位乔大师就是大刘的女朋友啦，她跟你们一起下了地宫以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
他是不是已经私下给风水协会道歉了？接下来还会公开对媒体道歉吗？徐会长一脸尴尬，挠挠头，不知道说什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陈真把手机凑到话筒前面，我响亮的嗓音从话筒里传出来。我以封门门主之位，号令所有人立刻带上吃饭的家伙到远招墓地集合。徐家那个桃木剑带着，陈真，你的罗盘也要带上，都听清楚没有？喂，小徐，听清楚了吗？啊，哦，门主，听见了，都听见了。徐会长点点头，一脸严肃地站起来。快，来活了，快去墓地！几个风水大师着急地站起来，纷纷转头去找自己祖传的法宝。旁边的记者已经傻眼，这还是现场直播的新闻，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早就炸开了锅。丢你老母！那个乔大师说自己是什么门主？徐会长是小徐？不是吧？搞咩呀？这是在拍电视剧吗？太离谱了呀！这些大师们在做什么？被大刘收买了，陪他演戏呀？外头乱成了一锅粥，我坐在车里，不停地催促司机开快一点。闯了无数红灯，车子到远招坟场以后，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刘雄的手腕，还好5点半还来得及。我们一路冲到山顶，这个时候山顶已经站了很多人，有人组织着用滑轮把那具棺材吊上来，然后再移到墓碑前的空地上。我先让人把那具阴尸带上来，当场用汽油给烧了，火光冲天，黑烟带起一阵臭味。刘雄捂着鼻子站在一边。乔大师，我爸的棺材也要烧掉。我摇摇头，把手里的矿泉水瓶朝棺材顶上浇，随着阴阳水的落下，棺材上冒出阵阵黑气。没那么简单，要先做一场法事，明天再烧。等会把棺材弄上来后，你先叫其他人都下山。钱多力量大，棺材很快就被吊了上来。这个时候，陈真、徐会长他们老年团也都到齐了，除了风水师和刘雄，现场其他人都被清空了。我松口气，叫刘雄坐到棺材前面，然后让几个大师团团围着棺材站定，开始从包里掏出一团墨斗线，在棺材上弹上墨斗线。徐会长皱着眉，百思不得其解，难道林正英那个僵尸片里拍的都是真的？墨斗线对僵尸有用？我点点头。墨斗是鲁班发明的，自古以来，木匠这一缝就是我封门中人，有许多辟邪的法器，一点也不奇怪。我刚给棺材弹好墨斗线，一会功夫，天上竟然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。一开始只是雨雾，渐渐的雨势越来越大，很快就把棺材上的墨痕冲了个一干二净。我暗叫一声糟糕，只能把剩下的阴阳水都倒在棺材上，然后又从包里取出八卦镜。我这边正在忙活，刘雄这个怕死的居然偷偷站了起来，他两腿颤抖着要向外跑。呜呜，我好像看见棺材在动。刘雄双膝发软，刚跑了一步，脚下一滑，身体朝棺材歪去，咚的一下，刘雄的脑袋磕在棺材上，额角当即就开始流血。那缕鲜血在棺材上氤氲，迅速消失不见，仿佛渗进了棺材里面，棺材剧烈地颤动起来。妈的，你个死扑街，你要害死我！我忍不住破口大骂，一把扯住刘雄的领口，把他朝外一推。下一秒，棺材盖被顶飞了。刘雄他爸直挺挺地从棺材里跳出来，伸长左手，青面獠牙，跟电视里的僵尸一模一样。所有人开始尖叫，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，跑了一会儿，发现僵尸只追着刘雄去，大家总算冷静一点了。雷击木令牌不能沾水，我只能拿出八卦镜，让陈真准备好罗盘。刘雄，走位，走位啊！拉起来放风筝。刘雄只顾着埋头尖叫，疯了一样在墓地里乱窜。他跑到谁旁边，谁就尖叫着朝另一个方向跑，场面乱成一团。一群没用的，我放弃了指挥，只能掏出18般兵器，轮流朝那具僵尸身上招呼。小徐，桃木剑。眼看着僵尸扑到徐会长身前，徐会长还直傻站着不动。我大吼一声，他总算反应过来，手忙脚乱地握住剑，朝僵尸一扎。旁边的陈真开始拍手。好，听说徐会长年轻时候就是击剑高手。哪里，也就是花剑高级选手，曾经差一点入围香港的公开击剑锦标赛啊！徐会长被僵尸一巴掌拍飞，我趁机把手里的寻龙尺砸在僵尸背上。幸运的是，这僵尸刚形成就被我们发现了，死气被阴阳水泄了大半，威力大减。我们人多势众，几个风水大师手里都有祖传的法宝，一人一下，很快就占了上风。缠斗半日，眼看着要到子时，到时候陀罗星力量大增，这僵尸的威能也会成倍增长。我咬咬牙，一脸心痛的从包里掏出我珍藏的玄泽，眼霜大小的一盖子，还是试用装的。都给我闪开！我举着那盖玄泽朝僵尸冲了过去。刚冲2步，刘雄不知道从哪个角落冒出来，飞扑过来抱住我的胳膊。乔大师，救命！啪！我的玄泽被打翻在地，盖子滚落，很快就渗进地上的雨水中。我心痛如绞，发出一声哀嚎。我价值1500万的玄泽，其实搞这个东西，来回机票加路费住宿，也就花了几万块吧。但是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背后花的无数时间和心血啊！就在这个时候，僵尸直直地朝我们扑过来。刘雄想跑，我立刻拉住他，眼睁睁看着僵尸把刘雄扑倒在地。僵尸张开獠牙，一口朝刘雄的脖子咬去。刘雄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。
关键时刻，我一脚踩在僵尸后背上，把他的脸朝地上地面上，玄泽跟雨水混在一起，那一处水面隐隐透着不寻常的亮光。刘雄他爸的脸砸到玄泽里，浑身立刻开始剧烈的颤抖，脸上冒出一大团一大团的青烟。我死死踩住他的后背，拿桃木剑戳他后心处，又用五帝铜钱塞进他嘴里。其他人见状，也一窝蜂地围上来，把所有的法器朝僵尸身上招呼。一番忙碌，僵尸总算不动了，他的皮肤开始融化，渐渐化成一滩黑色的浮水。刘雄还仰面躺在地上，抱着那滩浮水，哇哇大吐。行了，快起来，这东西有剧毒，待久了你皮肤都要烂掉。我伸手把刘雄拉起来，他已经吓哭了，神情呆滞，目光涣散。乔大师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刘雄把手举到我面前，我被我爸咬了。没事，到时候用糯米拔一下尸毒就好了，我们身上也都有伤。徐会长不以为意地摆摆手，刚才这一番拼斗，老年团身上都受了点伤，手上脸上都有被僵尸的指甲划过的痕迹。我瞪他一眼，你林正英的僵尸片看多了，还糯米拔尸毒，一点常识都没有。徐会长迷茫了，糯米不能拔尸毒，那要怎么办？天下毒物相生相克，毒蛇出没之处，7步之内必有解药。僵尸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自古以来湘西有赶尸人，也有养尸地，他们当地的老林子里就有一种植物，专门能克尸毒。到时候我会去一趟湘西，找到解药，快递给你们。风水大师们顿时开始紧张，连带着刘雄。啊，这怎么行？乔大师，我们跟你一起去湘西吧。我嫌弃地看着刘雄。湘西那地方多秘术，危险得很，你们跟着就是添乱，你有啥能力？刘雄愣了片刻，超能力算不算？乔大师，刚才那个什么玄泽的钱，我赔你，另外再给你2000万酬劳费。我飞快地打起了算盘，收了李英英500万，再加上刘雄这里3500万，那就是4000万，乘以1/1000，妈耶，4万，发财了！地师这行，收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但是收到的钱千不留一，否则必遭灾祸。别看我开价高，但是这么多年赚到手的钱，实际真没多少。哎，钱不钱的不重要，主要是我担心你这个毒可能要提前发作，行吧？你就跟我去湘西吧。第二天，我让刘雄把他爸的衣服放进棺材里，重新下葬。又特意免费给他做了长法事，更换了墓碑摆放的位置，避开四凶破门的局。与此同时，李英英单方面在媒体发布了分手宣言，还很大度地祝福我和刘雄。一时间，香港的头版头条都是这个新闻。江浩言给我打电话，一脸震惊：“乔墨雨，你要嫁给那个香港老男人了？”我辟谣：“没有的事，我回来再跟你说。正好我要去趟湖南，你跟我一起去。”挂完电话，我让刘雄安排私人飞机送我回内地。我先回学校处理点事情，我们3天后直接在湖南湘西的边城机场见。老年团们跟我依依惜别，纷纷保证到时候要跟我一起去湘西，还送了我一堆香港的土特产。我抱着怀里名贵的花椒燕窝等补品，笑开了花。飞机门关上，我趴在窗前冲他们挥手，那就湘西见。